到蔡英文当然提到了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啦，包含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对于主权的一个强调，我们自己拥有的主权。当然谈到了台湾的前途必须还是经由台湾中华民国的这些所有的人民来做决定。当然中共说没有，怎么可以你做决定？当然是由我们来做决定。所以这引起许多的讨论。当然当初说蔡英文这个说法引起内部民进党可能都还有一些不同声音的拉拔。那矢板先生您怎么看呢？我觉得蔡英文这次演讲确实我蛮意外的，就是说好像在蔡英文上台，包括这5年，两岸基本上没有怎么动，但是突然之间放出一个这么大的信息量的语言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那么过去我们观察中国对台湾的政策呢，经常说2句话：我们反对2个中国，反对一中一台。这种其实呢，这2种论述表现的2个中国就是国民党的论述嘛，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那一中一台就是民进党的论述嘛，他们是中国，我们是台湾嘛。但是说呢，突然之间蔡英文明明是民进党，但是他把2个中国，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互不隶属，它是2个中国的说法嘛，就把国民党的论述抢走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这个需要民进党内达到共识，同时呢，也是某种意义上也是现在台湾的最大公约数，就像蔡英文讲的，这下我觉得这也是怨中国，因为中国这么多年以来对台湾，他批评台湾，你说你要台独，就是你是台独分子。那如果你嘴上不讲台独，实际上做一些他认为去中国化的动作，你叫独台分子。你主张自己的是中华民国的话，你叫华独分子。那所以说，包括张亚中为止，基本上他完全不接受嘛，所以他不给台湾任何的生存空间，致使台湾我讲什么都可以。这个我觉得中国的对台政策一个很大的一个失败的方式。这个，但是说呢，在这种时候，蔡英文从这个一中一台转到了2个中国的论述的话呢，其实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信息量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他这个讲话他有3个目的。第一个呢，他是告诉台湾的民众、台湾的国民，说我们现在的最大的公约数就是中华民国台湾，我们是这个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不隶属。他把这个信息量非常明显的说出来，这也是民进党，我认为蔡英文的民进党之所以成功，包括就是近年的这个国民党之所以不成功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其实在台湾这个民进党里面有一群台独基本教义派，这个国民党内呢有一些统派。这2个其实是这2个政党的包袱，就是说他们只生活在自己的同温层里面，他们的主张在台湾也没办法得到普遍的共识，也不可能走入国际社会嘛。民进党之所以成功，他就把台独的基本教育基本搞定了，基本上把他们压得住了。但是国民党每都是被这些极统派牵着鼻子走，包括这前不久的这个党主席选举，也是完全是最后变成这种极统派的主张变成了国民党的主张，所以国民党现在是问题非常非常大。那蔡英文一个是对台湾，另外一个呢是向对岸说我们互不隶属，而且我们要保护自己的主权。另外把这民进党的这个台湾前途决议文里面提到的，就是说一定要台湾人民2300万人来决定台湾的命运。这个是提出来说，就是对北京的9·2共识明显的说我不要，你的1国2制我也不要。这个信息是非常清楚的一个拒绝的声音，就是说以后即使我们展开和平谈判，我们的底线是不能放弃的。这个呢，其实和当年陈水扁当总统的时候，蔡英文是他的这个陆委会的主委，当时他们是讨论未来一中的问题嘛。那么也就是未来一中是一个选项嘛。但是现在比那个未来一中是选项，这个台湾又往前迈了一步嘛，就是说我们台湾的主权，我们要主权，我们互不隶属，这2条底线也是很明显信息了。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是对国际社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信息出去，就是说，其实国际社会这么多年判断台湾问题的时候呢，他支持台湾不支持台湾，有一个呢就是很大的困惑，就是台湾的中华民国宪法的话，你是主张对于中国的14亿人口的你有治权的嘛？
那么就是说，你2300万人口，你说这14亿全是你的，那14亿说2300万是你的，你们两个互相在就是在争谁是中国的正统。这个时候呢，国际社会没办法判断嘛，就是说最后就是说真假孙悟空嘛，那谁的本事大就是真孙悟空，本事小的就是假孙悟空。但是这一次蔡英文明显说我们是分开的，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没有企图去控制他们，去统治他们，但是我们这2300万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向国际社会发出信息之后呢，我想国际社会对这个问题你也是比较好分析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我觉得蔡英文他这种说法呢，是在今天是国际社会可以接受的。当然说，就是台湾现在是国际社会支持台湾的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洪流，这个挺台的时候呢，台湾要想扩展自己的国际空间，你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图腾，就是国家的国名、国旗、国歌这些东西。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如果把台湾全面打出去的话，那你的国旗是什么？你的国歌是什么？这个在短时间内台湾里面内部也很难达到共识。所以说，就把这个有110年传统的中华民国拿来自己一用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实务的一种判断啊。我觉得很大的明显是1999年的两国论和2002年的一边一国提出之后，国际社会是轩然大波，大家认为台湾是麻烦制造者。但是蔡英文这次他讲完话之后呢，美国和加拿大的军舰穿过台湾海峡，全世界除了北京和中国国民党以外，没有人批评。所以说很明显，大家现在开始挺台湾了。美国、加拿大的军舰就是来支持蔡英文的主张的。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我觉得这个是对台湾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刻。